几番思量之后，大臣们都不清楚陛下的盛怒究竟是因何而来，是先前中书台诸位臣工的慌乱，还是因为畏惧南庆难以抵抗的数十万大军，还是陛下有些怀疑上山虎将军刻意保持的沉默？魏华的身子勾得极低，如今的北齐朝廷早已经是陛下手掌内握得死死的铁板，再也没有哪方势力胆敢挑战皇室的尊严。哪怕苦荷大师4年前死去，也没有改变这个趋势。更何况如今大敌当前，北齐皇帝陛下的权威在这一刻没有任何人敢有丝毫轻视。魏华是太后的亲人，更是陛下的亲信，他清楚陛下先前那句话里南庆内乱指的是什么。能够将南庆入侵的脚步拖延了1年之久，完全是因为南庆监察院前后2任主子的相继反叛。而魏华更清楚的是，无论是那位死去的陈萍萍，还是不知死活的范闲，究竟为什么会背叛庆帝，整个北齐大概也只有皇帝陛下一个人知晓真相，所以他不敢说什么。3位大臣中的兵部老尚书有些站不住了，他勇敢地站了出来，试图平复一下陛下的怒火，因为他很担心年纪尚浅的皇帝陛下会真的怀疑上山虎将军的忠诚。如今庆军气势汹汹地展开了入侵之势，若君臣之间存有疑虑，这一场大战的结果不问而知。这位大臣身为北齐军方名义上的统领，根本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北齐的国之柱石上山将军与这位用自己超乎年龄的成熟稳定平服朝中诸大臣心情的皇帝陛下之间存在任何的问题。于是他匍匐于地，利剑不止。北齐皇帝的脸色渐渐平静了下来，扶了扶袖子，让这几位大臣退下去处理南方的紧急军报，而他自己却是带着魏华进了正殿。正殿龙椅之旁，珠帘之后，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垂帘听政的太后正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在珠帘之前，北齐皇帝微微躬身一礼，魏华亦是行了一礼。北齐皇帝此时的脸色已经完全平静了下来，望着魏华寒声问道：南朝那边可有什么新的动静？魏华微微一怔，他身为北齐密谍系统的大头目，负责由朝堂到军方所有的情报收集工作。然而这些情报早在夜里便呈送到陛下的御书房内，一时间他竟不知道回答这样一个质询。陛下想问的究竟是什么呢？琢磨了一下词语，魏华皱着眉头说道：南朝京都守备师依然是使妃，萧金华却从南诏方面调回了北大营，加上世代驻守燕京的王志坤，南朝的将领调动并不出奇。北齐皇帝微微皱眉说道：萧金华当年是南朝大皇子的副将，4年前京都叛乱一事中表现平庸，再加上他与大皇子之间的关系，所以被庆帝逐至南诏。这次调回北大营，着实有些古怪。对王志坤此人，你是如何看法？王志坤此人不显山不漏水，然而南朝无论如何变化，他始终牢牢地坐在燕京城中。依朝廷这些年的观察，庆帝留着此人，便是预备着如今的北侵。魏华不得已将锦衣卫与兵部的分析再次重复了一遍。北齐皇帝沉默片刻以后，忽然开口问道：叶仲还在京都？还在。北齐皇帝盯着他的脸，微眯成月儿的眼缝里寒光微射。你确定？魏华心头微震，沉声说道：确定。北齐皇帝看了珠帘后的太后一眼，摇头说道：这便怪了，若庆帝真的预备毕其功于一役，怎么可能把叶仲还留在京都？南朝这些年被陈萍萍和范闲折腾得够呛，真正善战的名将死的死，叛的叛，秦家死光了，大皇子叛到了东夷城，仅仅一个王志坤，怎么可能让庆帝放心？这老家伙若不是要御驾亲征，至少叶仲这样的人物应该放到北边才是。魏华心头微动，也想不明白南朝的将领调配究竟为什么如此安排。天下2大强国之间的战争绝对不是小打小闹，
就算王志坤在燕京城内为此事筹划准备了20年，可是庆国军方不拿出一个真正镇得住江山的大人物，如何向天下表示自己的决心，向北齐宣告自己的霸道姿态呢？北齐不是东夷城，这片国度上既大卫国祚，疆域广阔，人口众多，东北平原一带更是大陆上的粮仓之一。虽然衰败日久，但在这些年太后与皇帝陛下的精诚合作、强悍手段之下，早已渐渐散发出青春来。即便以庆国国势之强、军力之盛，若想攻打北齐，也不可能是短时间内便能达成的目标。想必以庆帝的强大自信，也不会做出如此自大的判断。北齐倾立的皇宫正殿顿时陷入了沉默之中。皇帝陛下在龙椅下缓缓踱着脚，眉心皱成了极好看的圆圈，在分析着南庆那位强大的同行究竟想做什么。战争已经开始了，这不存在任何的诱敌或者试探，已经有10几万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然而既然战争已经开始了，为什么庆帝却依然没有摆出虎狼一般的气势，反而显得有些中规中矩，而且在这中规中矩中透出股小家子气来？魏华也陷入了沉默，他的目光随着皇帝陛下的脚步不停地移动，心里也在不停地盘算着。虽然在他看来，以庆军之军威，不论南朝庆廷用何将为帅，差别并不大，但是看陛下如此看重庆军主帅的人选，他也隐隐感到了一丝诧异。忽然间，他想到了此时远离大齐南京防线，孤军悬在宋国州城的上山虎大将军，心头微微一动，意图说些什么，却又害怕陛下再次发怒。他望着珠帘后那个模糊的身影，暗自一咬牙说道：或许庆帝是忌惮上山将军用兵之策，故而不肯全力出击，只是大军缓缓压上，必有大齐防线在这巨压之下露出缝隙，南朝便会利用这个缝隙直扑而上。话还没有说完，北齐皇帝已经笑了，更准确地说，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似笑非笑的神情，平和却又充满压迫感地看着魏华的脸。魏华先前所言缝隙，其实指的并不是北齐军力布置上的缝隙，而是人心之中的缝隙。就如同先前老兵部尚书跪在雪地中力荐的那般，北齐的大臣们都很担心朝廷以为柱石的上山将军会因为南方的战事不利而惹得陛下的震怒。